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频道。又有一个非常让人兴奋的消息，就是 Meta AI 的 Llama 3.1 的多个大模型正式发布了。不要只看到 Llama 3.1 只是比 Llama 3多出 0.1 版本，但据说它的性能已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多个方面超越了 GPT-4， 某些数据能够接近 GPT-4 哦，并且能和 Claude 3.51 比高下。以往的开放的 Llama 38B 是80亿参考数据， Llama 70B 是700亿参考数据的，最大的特点都可以进行本地安装。这次开放的是重大升级版的3个 Llama 3.1 模型系列，分别是 Llama 3.18B、Llama 3.1 70B 和 Llama 3.1 405B 的大模型。大家可能都知道， 70B 已经是700亿参数训练量的， 405B 是多少呢？就是达到4050亿个参考数据的训练量。它是目前所开放的可以使用的本地最强大模型，它在常识计算、代码翻译等等领域都有了大幅度性能的提升。那么对于本地的电脑呢，我们能够使用 Llama 38B 或者是 70B，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大家可以在浏览器输入这些网址，了解更多关于 Llama 3.1 的其他信息。还可以在这里看到关于 Llama 3.1 一些大模型的多个子系列的相关数据。如何更好的本地使用 Llama 3.1？ 大家可以使用 LM Studio 这个软件。大家可以在我的频道寻找加载 Llama 3的影片。同样的方法是可以加载 Llama 3.1 模型的。我也会在另外一个视频来分析如何简单使用 LM Studio 加载 8B、70B 模型。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使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安装使用 Llama 3.1。 先说一下对电脑的基本要求，电脑的显存越高，运算效果越好。对安卡来说呢，我们推荐3060以上，8G 显存，硬盘空间最好在 18G 到 40G 以上。在浏览器输入 Ollama 的官网地址，你会看到这样的图标。这个软件和 Llama 都是使用羊驼图标，但是 Ollama 是不同团队开发的开源项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Ollama 支持3种系统，分别是苹果的 OS 系统、Linux 系统和 Windows 系统。那么这里呢，选择 Windows， 选择 Download。 那么这个地方啊，就看到它的大小299 MB 左右。那下载完以后，我们双击它进行安装，它会自动安装在这个路径，这里有它的版本号。安装完以后啊，你会发现右下角这地方它正在运行。在安装完以后，你会看到在这2个地方找到 Ollama 的安装程序。如果你要重新启动 Ollama， 你可以在开始菜单输入 Ollama 字样，重新看到这个程序，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接下来你可以打开一个 CMD 界面，然后输入以下命令进行安装 Ollama 的模型。首先输入这个时候会弹出 Ollama exe 的相关操作命令信息。那么接下来你要注意了，如果我们安装的是 8B 的模型，那么需要你电脑的显存呢，最好要达到 8GB 到 30GB 以上。如果你安装的是 70B 的大模型，你电脑的显存要至少达到 40GB 到 80GB 左右。
如果你安装的是 405B 大模型，那显存最大达到 500GB 以上，比较理想。接下来我们输入这行命令，会看到所下载的模型大小在 4.7GB 左右。大家要注意，其实 Llama 3.18B 也分出了多个子系列， 4.7GB 的模型只是其中一个。那么这个时候就表示它应该安装成功。那接下来呢，我就问他一个这样的问题，请问你是什么语言模型？版本是多少？我们输入英文看一下，在这个界面使用 Llama 3.1，它并没有一个实质的用户界面。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输入信息，例如我输入英文。如果大家想使用独立的界面操作 Ollama， 可以看一下本频道的 Ollama 界面版，它给出了很长的回复。我们翻译一下它回应的内容看看。他说它是一个大语言模型，但是它的具体架构和版本并没有公开披露。但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模型基于转换器架构，是一种专门为自然语言处理的模型。它的训练数据包括来自于不同来源的大量文本，包括书籍文章、研究论文和网站。接下来，我问他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那么我用中文来问他一下，英文是这样的啊。在这里输入一下发问的内容，看一下他回答的效果。好了，我们看一下他的回复。他说了，根据这个分子钟研究，鸟类起源呢，可以追溯大约到 1.6 亿前。这个时期的生物已经具有了现代鸟类特征，但是还不如今天的鸡鸭或者其他种类。在这之后，鸟类进一步演化出各种不同的物种，而且发展出了复杂的升级系统。鸡和蛋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最初的鸡并非现在的鸡那样完整，而且现在鸟类的蛋也是通过进化而发展出来的。在之前有一种叫做原鸟类生物，它的生殖系统和今天的鸡和蛋有些类似，但又不同。所以可以说，在那个时候，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鸡和蛋。接下来我就问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请问 Llama 3.1 和 Llama 3最大的区别在哪里？看他能不能回答。我用中文问他一下。哦，他给出了一些答案哦。那么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回复的。Llama 3.1 和 Llama 3是两个不同的版本，虽然都是由 Meta AI 开发的语言模型，但它的不同之处有下面几个。Llama 3.1 的训练量比 Llama 3大了大约 30%。Llama 3.1 能够更好地理解和产生高质量的内容，还有 Llama 3.1 的推论速度比 Llama 3快了大约 20% 哦，也就是说它的运算能力更好，它能够更快地回应使用者的要求。还有 Llama 3.1 对于许多新的主题和领域有更好的理解能力，比如说科学历史等等，它能够更好地处理复杂的文本和问题。接下来大家可以新打开一个 CMD， 输入这行命令。如果你已经下载过 Llama 3.1 的模型，这行命令能直接启动并使用该模型。我用中文问他一次，请问你是 Llama 3.1 吗？这个时候他就能回复，它就是 Llama 3.1 的模型。
大家还记得他开始并没有回复他是什么语言模型吗？接下来我问他刚开始时问过的问题，请问你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语言？模型是什么版本啊？同样用英文来发问，这样可以和他刚开始的回复做个比较。他说他是 Llama 3模型，确切地说，它是 Mate AI 开发的 Llama 模型的变种，它的版本就是 Llama 3.1。大家可以看到，同样的一个模型，同样的一个问题，新开的 CMD 和安装时的 CMD， 它的回复可以是完全不同的。我输入同样一个问题，请问这世界上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回答其实也不同的哦。他说根据生物学和科学的证据，先有鸡。这边推论的结果是了先有鸡啊，但是这边回应的是不确定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他这里说，哲学家的回答可能即有鸡也有蛋。那科学家和哲学家在这里就争论起来了。那大家说说，这个世界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那么大家每次要使用 Llama 3.1， 你直接打开一个新 CMD， 输入这行命令就可以启动。当出现 Send a Message， 就可以使用了。那么大家要知道 ，Mate AI 的网页版不但有处理文本能力，还能够处理大量的图像生成。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项功能哦。Llama 3.1405B 在网页版在测试使用中，这个 405B 呢，达到4051个训练量哦。大家可以到这个网页使用一下它的效果。那么今天关于如何下载使用这个 Llama 3.1 的大模型就讲解到这里了。如果喜欢我讲解的，记得点赞订阅这个频道哦。谢谢大家。